大家都说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所以没错，又到了吃米饭的日子。今天这家店有够神秘，没有指示牌，连个门面都没有。好黑啊！我也是在杂志上面看到的它，一家东京新晋的怀石料理。今天依旧不用点菜，又是被安排好的一天。他们家的特色菜就是米饭，一开始会有5种米给你选择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来，那就选这个最贵的吧，幻之米，非常的专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不愧是新晋怀石，前菜都非常的精致，像运动系法餐。第一个菜，冬瓜海胆海鳗，冬瓜已经煮得特别的软烂，感觉80岁的爷爷拿掉假牙都可以吃。冬瓜好吃，海鳗吃起来还有点鲜甜，不过它整体的味道都很清淡，清新装逼的味道。这个是番茄芥末纯菜，该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？它像是有股奶味的鼻涕，但是又有一点淡淡的果酸味，不过也不难吃，就是越吃越饿。它的前菜好多啊，这个像东北的冻肉居然是甜的，里面还有个很大块的无花果果肉，吃起来冰冰的，有点像果冻。这一整盘的味道就是特别的下甜，爽口开胃。这一小坨是豌豆饭团，就是比较有嚼头的糯米饭，有点粘嘴。好饿，今天不是来干饭的吗？最后一碟的红薯也是甜的，总之吃出了五谷杂粮的感觉，都很清凉。接下来是刺身拼盘，第一口煎鱼，不出意外的很腥，好腥，好喜欢。不过它这个咸腥味是特别的下饭。第二口金枪鱼，我的最爱，他家的鱼肉还是挺鲜的，像果冻一样的金枪鱼。最后是鲷鱼，2片一块吃，豪华双层双倍肥嫩。我们的饭呢，仍然是前菜，真正的茶碗蒸蛋，它这个蒸蛋一进嘴就是浓浓的玉米味，好吃哦，淡淡的玉米甜味，可能还配上那些黄油或者芝士，主要就是他们家的菜太斯文了。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活到150环节，满脸情愿的吃下了一碗蔬菜，我可真行。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一锅米饭，小心翼翼的揭开碗盖，惊不惊喜？他只给了你一口米饭，可能是怕你噎着吧。一旦接受了这种装逼的设定，不行，根本接受不了。表演一个空手吃白饭，他家这个最贵的米，吃起来它有一种夹生的感觉，不过也有可能是它密度比较高，口感相对较硬，但它就是有股嘎吱嘎吱的咀嚼感。杯子里配的是鱼汤，趁米饭不注意一口喝了。这个金灿灿的非常像中国菜，它其实是萝卜丝，非常像国内的金丝饼。接下来服务员把锅端上来了，然后给我们每人盛一碗，然后周围那些满满当当的小碟子就是配菜，里面的烤鱼有一股浓浓的青椒味，这个是真的巨下饭。但是吃2口这个米饭之后，你会发现它有一股淡淡的酒香，然后它的烤鱼又自带油水，配上这个颗粒分明的米饭，这一口非常的绝。我本来想自己添饭的，结果非得大酱来。接着是厚蛋烧，它这个米饭慢慢的吃起来又像是小时候去外婆家那个土灶蒸的米饭，淡淡的烟火气。自己在这分析了这么多，会不会人家就直接用电饭煲煮了？再配上一点小银鱼，还有肉末，就吃起来特别的早餐。但是这么优秀的米饭怎么能少得了寿喜烧？他们家还真的有蛋液卷着和牛，再配上一口米饭，和牛的油脂，蛋液的滑嫩。它永远都是我长胖的理由。开启了刨饭模式，寿喜锅果然能激发出米饭最大的香气。以前好像还没有这么认真的吃过米饭，今天算是一个新认识，好吃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救命！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真的好嫩啊，就连服务员都嫩起来了，好帅啊！吃完这家店，我甚至有个感悟，就是烤肉店的好坏真的是在拼谁家的花样更多，肉都是一个品种，为什么他家我就可以吃这么多？现在是9点半啊，我们现在看能不能抢到他们家最后一班。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家人们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哇！开始吧。他们家的第一个前菜就很恐怖，我还以为是烤肉，结果小姐姐让我生吃，他们还在肉的旁边织了2根线，然后它是让你用线把这个蛋黄给它勒开。其实说句老实话还挺好玩的，有一种莫名的快感。哇，它爆开了，家人们。接着用这个蛋液就是下面的果冻一起混匀，就你像这样和好之后瓦在这个海苔上面。但是我们抛开对生肉的偏见，它这样看上去，那我还是不想吃。哇，菜不可貌相，生牛肉的那个脂肪和蛋黄的香味特别配。我突然觉得就算是生肉恐惧者，和牛的生肉也是可以尝尝的。接下来是这个菜，先不说上面怎么又有个蛋黄，他是在向我传达什么禅意吗？我都有点好奇他是怎么把韭菜立起来的。从中间把它掰开，然后让蛋液从内而外的渗出去，但它吃起来的味道其实就是韭菜，韭菜跟蛋液这2个食材真的很不配。韭菜真好。然后这块都是他们家的特色，雪花牛舌，就是牛舌上面脂肪最多的那个部位，所以它这个牛舌看起来都是白色的，它翻过来这一面才惊艳，因为脂肪很多，所以它表面都在冒油泡。一口下去，虽然你知道它是牛舌，但你咬下去的时候却觉得像龟苓膏，这真的是烤牛舌之上的新体验。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一句话形容它就是和牛身上最香甜多汁的部位，这应该算牛的五花吧。对，这个千万不要烤太熟，先给朋友夹一个，我觉得烤到2面冒泡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看资料的时候发现，这头牛是一头母牛，那给你戴个好看的发夹，怀着感激的心情吞下你吧。哇，超软，就你一口吞下去，你都觉得是浪费。我还偷偷留了一坨肉在我嘴巴里面嚼。接下来是2坨汉堡肉，这种肉一般如果你烤过了，它就会变得很硬很柴，所以我们就要精准的烤到它里面还是松软的状态，就像是这个状态。厉害吧？当然你要是想吃生一点也不错，烤成这种状态，吃起来会微微泛甜的感觉，但就是有点腻。那你可以再蘸一点鹌鹑蛋的蛋液，或者这种酸酸的臭橙醋。我觉得这种蘸醋要好吃一点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啊，偷拍被发现了。
好帅啊！它是一个黑色吐司和牛三明治，它上面还插了一个这个插入栓，这里面包的是那个卵黄。突然觉得它是一道很有未来感的菜呢。挤这个蛋液的过程真的也很爽。哎呦，这个看上去我都饿了。咬下去之后，我才发现牛排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酥脆的皮，真的是野餐新选项。然后是一盘肥牛，它还不是就这样直接烤着吃，它是把它烤的差不多之后盖在饭上和蛋黄一块吃。有人数过我们今天总共吃了多少个蛋黄吗？又要在热腾腾的肉上面戳破蛋黄了，满不满足？大满足。然后你们猜最后的甜品是什么？它是双重鸡蛋布丁，直接把一整个蛋黄铺在布丁上面，真正的超浓厚鸡蛋布丁。这什么奇葩操作啊？它是好吃的，蛋液让鸡蛋的味道变得更加的浓厚，甚至还有点牛奶味。在日本菜真的不可貌相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特别的好吃。奥特曼最近在日本有多火？我家附近的商店街都换成了它。在日本，一到这种国民级的 IP 复活，氛围就变得非常的好，主题餐厅的人都变多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这个电影。现在在日本上映了6天，票房过了12亿，看完不得不感叹，安野秀明这次是真的很猛。现在现场的情况就是，除了周边卖断货以外，去麦当劳买杯饮料也是它。祖师谷大藏那边氛围更浓，车站门口的初代雕像，机上的什么井盖呀，还有商店招牌，甚至路灯都根据奥特曼重新设计了。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，今天我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是这个怪兽酒厂，它是一个由奥特曼作品衍生出来的餐厅。在进去之前，服务员会告诉你，这里就是怪物们下班之后来吃饭的地方，什么地球防卫队员是不能进来的哈。进去之后先是卖周边的，奥特曼和怪兽的其实都有，不过就是这个价格菜。其实他家这个菜单我是没有看懂的，那就先来一个小龙虾推荐的，白生鱼，每点一份就会牺牲一只小龙虾，太惨爆了。还好鱼肉吃起来是软脆软脆的。接着是这个菜，这个造型应该很好猜了吧？布拉克星人的黄油牛油果，它是用黄油跟芝士煮的牛油果和虾，配着面包吃还挺香的。它每盘菜还会送一个小卡片。下一个菜是香肠，我已经分不清这是哪个怪物了，可能是某一集被打败的香肠怪吧。下面这个菜很明显，刚 Q 啊，它是生鸡蛋加橄榄做的眼球，可以有，但没什么道理。接下来是斯坦德尔星人推荐的烤肉串，又是一个没什么道理的设计，但它烤的是真的很入味儿。斯坦德尔人还是很有品味的，这个应该没几个人猜得出来，它是艾雷金刚和哥斯拉同时代的产物，这个设计明显没什么道理。接下来这个菜是全场最佳，它的设计很有道理，经典名场面。渣赞 VS 特供，其实就是海带怪打章鱼馆，放在面包上面，跟着海带一块吃，橄榄油真香啊！我们的最后一个菜是由佩洛林卡星人推荐的烂炖鸡腿，它除了颜色很像以外，就没什么道理了。但我还是会推荐这个菜，软烂的鸡肉加酸酸的番茄，不仅入味，而且你吃2个都不会觉得腻。我们今天这顿饭吃的真的不是饭，是奥特曼和怪兽的结晶啊！真的吗？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7分，只要我们保持内心的强大，就能守护自己的光明。嘿，卡玩意儿。上次在迪士尼买的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啊！听说日本环球影城最近又出了很多新的坑爹玩意儿，正好也刚看完《鬼灭之刃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连夜飞到了大阪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好了，明天见。你们知道在日本《鬼灭之刃》的周边有多难抢吗？我们早上6点钟起床，还要跟一群活力四射的高中生抢玩具，这合理吗？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耶，到迪士尼喽！果然，人类为了主题乐园都是可以不睡觉的，这合理吗？然后进园的第一站，我们就直接冲向了鬼灭的园区。毕竟现在排队排的最长的还是祢豆子，因为它是限量发售。中午来肯定就没了，真好看呀，家人们，它真的很精致哎！啊，发现一只大狗子，好乖哦！等一下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来了这么多次环球影城，我都没穿过魔法袍。这个衣服的价格虽然真的很坑，但今天还是浅穿一下吧。嘿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进入正题，又到了补充能量的时候。最近呢还是我们的老地方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优质蛋白和优质淀粉。这个小面包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好吃的。然后旁边就是鬼灭的园区，先来买个铜锣烧，这个是善意被下弦打伤时候的样子，这个造型特别的蠢萌。它里面加的是一些栗子、炼乳、红豆，7分。然后排队到里面的话就可以买到些套餐，不过里面的主题还停留在无限列车篇，所以全都是大哥。大家看这个平平无奇的蛋糕，800块，它是那种又酸又甜的柠檬慕斯。大哥真的喜欢吃这个吗？感觉又被坑了，6分。这个应该是岩竹的剑吧？怎么感觉像那么像一支铅笔？但要说之前吃过最好吃的还是这个小黄人的面包，它里面是奶油蟹肉味，你们敢信？而且它又松软，馅儿又很多，好咸啊！但其实我更推荐巧克力味的。对了，这一路下来看似花了很多钱，但我其实只花了1块钱啊！来继续下一家，这是一家马里奥开的甜品店，这个店还是第一次来，这里面的装修还挺还原的，有点想要这个。这是一个蘑菇队长的饮料桶和一个马里奥的草莓奶油蛋糕，我绝不是因为它可爱才买的哈，但有一说一，这个蛋糕比迪士尼的好吃太多了。它里面这个是有夹心的啊，还有一杯路易吉的汽水，好酸，上面的香草冰淇淋才是本体。然后这个蘑菇队长其实是一个可乐桶，不是那个可乐桶。这家店整体不错，8分。我以后出去探店就用这个瓶子了。然后在路边又看到一家没吃过的，它这个居然是一杯芝士烩饭，哇！逛主题乐园就是要吃这种优质碳水才行啊。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在侏罗纪公园里面，以恐龙近亲为原材料的世界名菜，烤大鸡腿。大阪环球影城的第1名，大鸡腿子啊！刚才不是才说哈利波特吗？而且它那个烟熏的味道比隔壁家的香多了。然后最后我们再去马里奥的家里做客。我们也能有到吃马里奥的事。这个取餐牌第2次看到它还是觉得好可爱。你们有谁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吗？上一次没有点这个蘑菇头，这一次我们就把它脑浆都吸干。这个很好吃啊！这样快乐的一天又结束了。今天没吃多少，应该不会长胖。等一下，我今天是在干嘛的？阿宝宝。